我们都听说过，爱可以跨越一切界限。这只名叫露露的狗抚养着3只被母亲抛弃的老虎幼崽，旁观者惊叹于幼崽和狗之间展开的纽带。不幸的是，有一刻他们不得不分开，因为老虎幼崽长大了。然而2年后发生了一件令人难以置信的事情。吉姆是一位备受尊敬的动物倡导者，在这个领域进行了广泛的研究，并对保护所有生物有着深厚的承诺。他将自己的努力致力于以任何可能的方式保护动物。当他在当地动物园获得了永久性的咨询职位时，他将其视为一个可以产生更大影响的机会。吉姆全心全意地接受了自己的角色，为动物园的各种动物提供专业的护理、治疗和社交需求的指导。除了专业职责外，吉姆还积极参与工作之外的动物救援行动。在他每天上班途中的一次，他意外地遇到了一个令人心碎的情况：一只可爱的拉布拉多犬被遗弃在街上，孤立无助。吉姆毫不犹豫地捡起这只无助的小狗，决心给予它应得的爱和关怀，并亲切地给它取名为露露。结果，露露有了在动物园活跃的氛围中成长的独特机会。它迅速成为动物园工作人员中备受爱戴的犬只，轻而易举地赢得了他们的心。露露非常喜欢每天与吉姆一起上班的日常生活，她总是充满热情地开始自己的工作，尽责地陪同吉姆巡视，认真检查所有的园区动物。虽然他无法在他们的围栏内与他们进行身体接触，但他会用摇摆的尾巴和友好的目光向他们打招呼。透过玻璃格栅，在一天中的各个时刻，他都急切地帮助着动物园的工作人员，以各种方式提供帮助。有时他会搬运货物，有时只是给其他需要帮助的动物提供安抚。吉姆珍视露露的存在，发现在他的陪伴中获得了巨大的快乐。他们之间的纽带给他们带来了无法估量的幸福感，以及对他们在动物园历险中分享的独特伙伴关系的感激之情。吉姆积极参与各种致力于拯救和保护野生动物的组织，在他有空闲时间时，这些组织会联系他寻求帮助，捕捉受困的生物，或寻求他对被拯救动物下一步的专业意见。3年后，吉姆救助了露露。他接到了一个来自乡村机构的紧急电话，让他深感担忧。他们告诉他，有3只被抛弃的老虎幼崽失去了母亲。这种情况的严重性深深触动了吉姆，因为这样的电话很少发生，通常涉及受伤的鸟类或较小的城市动物。这些无助的幼崽被遗弃的事实暗示了他们母亲的悲惨命运。了解到紧急性，该组织强调了对这些幼崽提供合适的庇护所的迫切需要，但他们的努力迄今无果。吉姆毫不犹豫地提供了动物园作为年幼幼崽的避难所。该组织对他的迅速回应心怀感激，他们知道这些幼崽在吉姆的关怀下将会找到慰藉。考虑到老虎幼崽需要全天候的照料和培育，他们需要一个能够提供充分保护的环境已经变得明显。然而，吉姆不禁担心露露会如何对待这些更大的猫科动物的存在。第2天，幼崽们到达动物园时，吉姆和工作人员聚集在一起，满怀期待地等待着。幼崽们的出现令人着迷，它们蓬松的皮毛显示出它们的幼稚。他们立即被带到动物园的医院区进行彻底检查。令吉姆吃惊的是，露露似乎异常地被这些幼崽吸引住了，仿佛她内心某种原始的本能被唤醒了一样。她完全沉迷于新来的幼崽们，尽一切努力靠近他们。一旦幼崽们接受了检查和必要的药物治疗，兽医建议让露露与他们互动，并观察他们的互动。
然而，谁也不知道接下来会发生什么，令每个人都惊讶不已。拉布拉多立刻拥抱了老虎幼崽，就好像他们是他的后代一样，用温柔的舔舐和保护性的态度把他们靠近自己的肚皮，确保他们温暖和安全。显而易见，他把他们视为自己的孩子，而奇迹般的，幼崽们也接受了他作为母亲。这种非凡的纽带让兽医和吉姆都惊叹不已，意识到这种现象的罕见性。人类的干预永远无法复制出露露和幼崽之间形成的深厚联系，认识到这可以给幼崽们的福祉带来巨大好处。他们让露露探索她天生的母性本能。每当吉姆回家时，他把露露和幼崽托付给医院的护理部门。露露以极大的奉献精神对待自己的角色，认真对待母亲的责任。近3个月来，她充当了一个充满爱心的母亲的角色，梳理幼崽的毛发，帮助他们进食，并在必要时纠正他们的行为，观察幼崽们的变化，看着他们成长茁壮，是一种真正令人着迷的经历。在露露的慈爱关怀下，他们不再胆怯，成长为自信而充满活力的年轻幼崽。动物园的工作人员尽力延长老虎幼崽和露露作为一家非传统家庭共度时光的时间。然而，分离的时刻终究到来了。幼崽们需要与其他大型猫科动物社交，而露露需要保护自己免受它们强大的爪子和牙齿的伤害。起初，露露看起来对分离感到伤心，但她在知道自己心爱的幼崽们在自己的方式下成长和茁壮时，找到了安慰。尽管没有计划让他们重新团聚，但命运却有不同的安排。令人惊讶的是，2年后，露露和幼崽分开后，发生了一件非凡的事件。这发生在夏季的酷暑期间，在该地区风雨交加的季节里，动物园曾经经历过许多风暴，但没有一场能与那天席卷而来的大型台风相比。在动物园里，吉姆和他的同事迅速采取行动，优先考虑动物的安全。不幸的是，在混乱中，他们无意中忽略了露露，没有意识到风暴对她的深远影响。露露对风暴有着强烈的厌恶，而这场特别的风暴对她的影响很大。在恐惧的情况下，她只能理解迫切需要躲避无休止的雨水和呼啸的风。在恐慌状态下，她无意中跑到了一堵墙上，摔进了一个长久以来她早已遗忘的围栏，那就是成年老虎的围栏。就在露露进入老虎围栏之后，吉姆从远处看到了这一幕。当他最终穿过风暴赶到时，准备介入，但在一件非凡的事情发生时突然停下来。逐渐的，庄严的老虎们一个接一个地显露出来，总共有6只。它们的威严存在令人敬畏，他们的目光紧盯着露露，把它视为一个潜在的威胁。然而，在一场意想不到的事件中，吸引了露露的注意力。除了最初的6只老虎之外，另外3只老虎出现在他面前，站在露露和最初的6只老虎之间。令吉姆惊讶的是，额外的3只老虎并不面对着他，而是面对着他们的同伴，仿佛他们在他周围形成了一个保护屏障。他意识到他们是他曾经培育过的3只幼崽，他的恐惧明显减轻了。他们之间建立的纽带依然牢不可破。在年幼的老虎面前，年长的老虎逐渐放松了紧张情绪，意识到露露并不构成威胁。其余的老虎漫不经心地回到了各自的位置，一起安然度过了风暴。然而，更加非凡的时刻随之而来。威胁被消除后，年轻的老虎们把注意力转向了他们的收养母亲，满怀喜悦地围绕在露露周围，确保她在风暴中的安全。老虎们欢欣鼓舞地见到她，
他们聚集在露露周围，以自己独特的方式确保她的安全。老虎们记得露露是在他们幼年时期给予他们爱的那个人，他们找到了一种回报她的方式。这个故事提醒我们，爱的力量是如此之大，超越了种族的界限。想象一下，看到一只拉布拉多犬抚养了什么？在亚拉巴马州的一个马场里，这是其中最激动人心的时刻之一。他们正期待一个新成员的到来。辛迪是一匹孕马，他的宝宝可能随时会出生。农场的主人卡拉迫不及待地想看到这个新生命。农场上的所有动物都像宠物一样受到宠爱，而辛迪是卡拉最喜欢的之一。分娩过程很顺利，小马太出生健康。卡拉亲眼见证了整个分娩过程，辛迪毫不费力，甚至得以看到小马迅速站起来的一刹那。1周左右，一切都进行得很顺利。辛迪在照顾泰时表现得如同一位新妈妈应有的样子。然而，事情突然变得一团糟。马匹都已经喂饱，一切看起来都很完美。但当卡拉和他的狗杰普第2天早上走进马厩时，辛迪的状态严重不对劲。他浑身出汗，不停地颤抖。他并没有进行任何能够解释他状况的体力活动，因此卡拉立即感到担忧。在离开时，辛迪还很健康，而现在他病得很重。在马厩的角落里，小泰看起来吓坏了，有些失落。他不知道他妈妈发生了什么事情。他们请来了兽医，给了他药物，而这匹马却在接下来的2天里奋力恢复。甚至在他能够的时候，他还在喂养自己的宝宝。卡拉也在这方面给予了帮助。当小马需要时，他给了他一些替代奶。在这几天里，他们一直在马厩里。然后第3天，他知道这不是他们能够战胜的战斗。泰躺在角落里，看起来非常难过。就在这时，澳大利亚牛犬杰普挺身而出。他以前并不太关心马匹，但他一定知道事情的发展，因为他走到泰旁边躺下，并舔着他。当卡拉看到他的狗表现出来的同情心时，他哭了。当他检查辛迪时，他也哭了，因为辛迪无法挺过这一关。他痛苦不堪，他们被迫不得不让这匹马无痛离世。这从未是一个容易的决定，尤其是当一匹马刚刚生下仅有几天的小马时，决定变得更加心碎，而且还会危及小马的生命。他们把小马带到另一个马厩，杰普跟着一起走。从那时起，这变得令人心痛。从那时起，杰普就收养了小马。但有一天，这只狗走进小马，你将不会相信接下来发生了什么。杰普对卡拉和其他农场工人吠叫，他想引起他们的注意。当他过去查看时，泰似乎没事，但杰普坚持要他仔细检查小马。结果发现他有轻微的发烧，而在接下来的几个小时里，情况变得更糟。如果不是因为这只狗，他们可能不会这么早意识到泰也生病了。它是一只孤儿小马，现在它也患上了和它母亲相同的病。它会去世吗？他们希望不会。母马因分娩而虚弱，所以它迅速恶化，但小马还很年轻。他们立即开始治疗它的第1次发烧。杰普的行为就像这是他自己的孩子一样。他们希望最终不会让杰普心碎。这只狗已经在悲伤中度过，它在几周前失去了它多年的最好的狗朋友。自那时以来，杰普没有显示出任何玩耍的兴趣，几乎没怎么吃东西。几周来，他们一直为他担心。小马给了他新的人生任务，但如果结局不好，那可怜的狗将会付出代价。杰普在他的一生中从未在外面睡过觉，他严格在卡拉的房间里睡觉。
但当那天晚上到了睡觉的时候，他拒绝离开小马太。他是个孤儿，而且他生病得很重，他不打算离开自己濒临离世的孩子。担心这只狗，卡拉试图让他进屋，但他不肯。卡拉甚至无法说服他进来吃晚餐，他不得不把食物端到外面给他。大家努力使小马康复，他们都迫切希望他有不同于他母亲的结局。卡拉每隔几个小时就去查看他们一次，整夜都在为他们担心。最终，在凌晨4点左右，小马似乎好转了，卡拉可以进入疲惫的睡眠。然后，他被狗在外面吠叫的声音突然惊醒。他震惊地发现杰普和泰正在谷仓外的牧场里玩耍。小马的状况好转了很多，但这并不是狗和小马故事的终结，这只是刚刚开始。他们的友谊将走得更远。他们在玩耍，从那一刻起，小马开始变得更强壮，而杰普确保如此。他会用鼻子轻推小马，直到他站起来并开始与他玩耍。他们一起在牧场里奔跑，小马变得更强壮。当他坐下准备午睡时，杰普会躺在他身边舔他。这真的很温馨。这段不可思议的友谊的视频让许多人笑逐颜开。泰不再只喝奶，他也开始从桶里吃食物。这匹马开始茁壮成长。卡拉知道其中很大一部分是因为狗照顾这匹马。没有他的友谊，这匹马可能无法幸存，更不用说茁壮成长的机会了。这段关系很特殊，但它也让接下来发生的事情变得更加可怕，甚至更具潜在悲剧性。杰普尽可能多地陪伴泰，通常他整天都会和卡拉一起在农场各处玩耍，但由于有了泰，他花了同样多的时间在牧场和这匹马一起玩耍。他就像是这匹马的父亲和最好的朋友，也是他的保护者。尽管杰普比泰小得多，但他的保护本能让他陷入了很多麻烦。后来的一天，卡拉和他的农场工人都在农场各处忙碌着某事，他们突然冲到了太谷仓前的牧场。他们听到可怕的声音传来，狗以前从未发出过这样的吠叫声，有一种让卡拉毛骨悚然的紧迫感，他既愤怒又听起来害怕。另一方面，泰也在呻吟。这匹马通常很安静，不怎么发声，但他们能够从整个农场都能听到它的尖叫声。每个人都尽快赶到他们身边，看到的情景令人恐惧。狗站在马前，保护着它，一条巨大的蛇站在他们两者面前，挑战其他动物。他们能看到这条蛇是多么的具有攻击性，他们必须小心行事，因为在人类反应之前，蛇就发动了攻击。它正在向泰发起攻击，但杰普绝不允许。杰普跳到他们之间。这不是农场第一次有蛇了，通常他们会躲避人类，尽量迅速离开。如果他们离得太近，并且变得危险，农场工人就会捉住他们，并把他们带到远离农场的地方释放。甚至这不是杰普第一次与蛇对峙。通常，蛇会选择轻松的出路，迅速离开。卡拉不喜欢伤害任何动物，但有时他们发现狗与已经处理好的蛇在一起。有一次，这只狗足够快，能在几秒钟内摆脱一条蛇。但现在它变老了，对危险的反应变得太慢，无法迅速躲避灾难。而且，当他独自面对蛇时，他也不像平时那样专注。当他面对蛇时，他所有的注意力都集中在他面前的蛇和接下来的动作上。但现在他正在试图照顾马，并且甚至可能已经看到人们朝他们跑来。他分心了，而这条蛇显然非常愤怒和攻击性。虽然有很多地方供他撤退，但他对此不感兴趣。看起来他们想要一场战斗，
而他们无法阻止他。在蛇扑向泰的时候，杰普跳到中间，抓住了蛇。他摇晃着蛇，将它从他们身边扔了出去。蛇四处乱窜，但它并没有退缩，它仍然很具攻击性，准备好进行战斗。然后杰普扔掉蛇，人们得以靠近。他一直在跳来跳去，他们不得不让他冷静下来，看蛇跑到哪里。他们原本打算抓住他，并在一个田地里释放他，但当他们看到他时，他们意识到他受了重伤，他们无法救活他。但在农场工人忙于处理蛇时，卡拉转过身来看他的狗和马，他的心沉入谷底。在牧场里，泰站在杰普身边，试图用笛子推他，但杰普不醒过来。马试图让他站起来，看到马多么拼命地试图说服他的朋友醒过来，这令人心碎。卡拉感到害怕，杰普是不是因为试图保护他的养子而离世了？他赶紧走近，庆幸地看到狗还在呼吸，但他的状况很糟，蛇咬了他2个伤口的腿。没有时间浪费，他必须尽快把杰普送到兽医那里。但在毒液扩散之前，他把它轻轻地放在他的车里。幸运的是，车就在附近，但时间有了其他的安排。他不希望他们把他的朋友带走，也许他没有意识到他们是在试图帮助。狗是个英雄，因为这是他第2次救了泰的命。大家都知道狗和马之间的纽带是多么牢固，但在那些时刻里没有时间考虑泰的感受，每一秒都可能是拯救还是失去的差别。农场工人之一不得不制止满腔热忱，让卡拉能够在没有他的干扰下离开。兽医一到达就开始治疗满，他很幸运被咬在腿上，因为那里有更多的骨头而较少的组织，毒液的渗透也不如其他地方深，扩散也不那么快。卡拉在打斗发生后几分钟内就把他送到了兽医那里，这也给了他一个更好的机会。兽医立即开始给满服药，并切除了一些已经受损的组织。他们希望确保他活下来，但也想帮助他保住腿。之后他们能做的只是等待。他们会经常清理伤口并保持满注射药物，但狗必须努力变得更好。他睡着了，他们会让他保持冷静，但这是一场等待的游戏。与此同时，满不是卡拉和他的团队需要担心的唯一动物。他也不是个快乐的马，他拒绝进食，看起来很沮丧，甚至不希望他们抚摸他，而那是他最喜欢的事情之一。他们试图守卫他一些他最喜欢的零食，如苹果或胡萝卜，但他不感兴趣。他甚至不愿意离开他的马厩玩耍。可怜的马只看到了他的朋友的状况，他可能认为卡拉把他带走是因为他们救不了他。泰不能长时间依靠水存活，他们希望在他开始生病之前能够给他看到他的朋友，但这将取决于满康复的有多好，他的腿是否感染并腐烂。有几天他看起来确实很生病，甚至有几分钟他停止呼吸，但慢慢的药物开始发挥作用，他能够逐渐从麻醉中苏醒。当他最终醒来时，狗非常高兴见到卡拉，他喜欢所有的关注。他得到的腿伤仍然是红色的，但没有组织损坏的迹象，伤口似乎也在很好的愈合。这对所有爱这只狗的人来说都是巨大的安慰，他们只希望泰能知道他的朋友康复得很好。马仍然心情沮丧，一旦狗能够独自站立，他就不想再被关在小小的室内围栏里。他不习惯在兽医诊所里，想着泰和满有多焦虑。兽医做出了妥协，只要他们能让狗保持安静，不要让它太多时间站在腿上，它的止痛药会让它昏昏沉沉的，而且它需要休息。但当他们到达农场时，一切都飞到窗外了。卡拉想四处走走，为狗打开门，但一停下来，
他就跳出窗户冲向谷仓。太一看到狗走来，就开始跳舞兴奋起来。他低下头对着马，而马则一直舔他。谁更高兴见到对方并不清楚，是马高兴还是狗高兴，但所有目睹这幸福重逢的人都因为这场欢乐而流下眼泪。他们想要彼此共度更多时光，但还记得兽医的建议，卡拉确保满回到屋里休息。白天他把他的食物放在树下的牧场里，这次是不等动而又灵气，所有的不美好都是为幸福的将来做铺垫。主人养了8只小鹦鹉，金毛已经来到家里很长时间，对于主人的生活习性，他早就了如指掌。平时金毛很少说话，他会尽量给主人一些自由安静的时间。对于主人来说，他肯定很喜欢金毛这般懂事。只不过时间长了之后，主人感觉金毛在家里太孤单，尤其是他长期加班之后，金毛显得尤为的孤独。看着整日闷闷不乐的金毛，主人也是想办法为他寻找欢乐点。一次偶然的机会，他从朋友那里得知鹦鹉很善于言辞，而金毛与他相处后定然可以改善目前的状况。主人带着试试看的心理，想着让金毛心情赶快好起来，所以他就托朋友从很远的地方才购买到经过人工培训的鹦鹉，这样金毛也算是有了玩伴。只不过主人的确低估了金毛的承受能力，如果是一次性来1只鹦鹉的话，或许金毛还可以接受，但一次性看到8只鹦鹉的时候，金毛还是当场镇住。看着鹦鹉活泼乱跳的样子，金毛怎么都高兴不起来。听说主人为了自己特意安排这些鹦鹉入门，金毛也只能强颜欢笑。从他内心来说，并不感觉鹦鹉的出现会对他的生活有多大的改变。金毛勉强自己与鹦鹉作伴，主人不在家的时候，他就承担起照顾鹦鹉的责任。或许平日自己在家里独处惯了，所以刚开始与鹦鹉相处的时候，金毛内心感觉有些不太适应。他甚至很讨厌鹦鹉随地大小便，家里的卫生也因为他们的出现被弄得相当糟糕。金毛不得已之下还要承担打扫卫生的责任。本来金毛想着凑合几天，然后向主人偷偷告状，将鹦鹉全部都赶出去。但没想到经过后来的相处，金毛竟然慢慢喜欢上了这些鹦鹉。鹦鹉很善于言辞，平日主人不在家的时候，鹦鹉就成为了他唯一的精神寄托，一天时间也就那么快度过。对比之前漫漫一天，此时的金毛反而感觉有一种无形的快乐。随着时间慢慢推移，金毛主动承担起照顾鹦鹉的责任。金毛在照顾它们的时候，丝毫都不敢马虎。慢慢的，它们便融为一体。每次主人回家的时候，都可以看到很温馨的画面，比如金毛会带着鹦鹉一起做游戏，而此时的鹦鹉对待金毛也不再是刚开始那种胆怯的心理。大家其乐融融的画面，让主人也感觉很不可思议。不知道从何时开始，金毛将鹦鹉作为自己的孩子来看待，而鹦鹉也将金毛作为他们的养母对待。有时候主人在家里的时候，金毛也不再紧缠住主人，反而与鹦鹉腻在一起。鹦鹉很懂事，同时也乐于听从金毛的指挥。每次只要金毛将身子慵懒地趴在身上，特意将2只胳膊平铺在地上，鹦鹉就会很自觉地泡到金毛的胳膊上，然后依次排列，就好像是一支正在训练的队伍，大家井井有序地站立。即便是看到主人有意招呼他们，鹦鹉们还是将心思放在了金毛身上。本来想要让金毛过得开心一点，如今看到金毛比之前更加开朗，主人内心感觉很高兴。之前每次主人回家的时候，都会看到金毛静静地趴在地上，直到看到主人后，他才赶紧从地上站起身来。而后主人忙着自己的工作，根本无暇顾及金毛的感受。或许也正是因为生活中的点点滴滴，导致金毛开朗的性格出现转变。如今看到鹦鹉能够与金毛和睦相处，主人也算是完成了心中忧郁多时的事情。狗狗有时候看着呆头呆脑，可它散发爱心的时候，即便是作为人类的我们，也会感觉自叹不如。就像接下来的这只狗狗，它也只是一只非常有爱心的狗狗。遇到它的主人之后，它的生活变得越来越好。平日闲暇的时间，
让狗狗的身材也逐渐有了一些变形。虽然狗狗稍微偏胖一点，但主人从来都没有说过狗狗，甚至还曾表示狗狗这是一种富态美。或许是因为女主人天生也很善良，导致狗狗长期与主人生活在一起的时候，被主人身上的这种精神逐渐沾染，从而也变成了爱心爆棚的小动物。最初这只狗狗是一只流浪狗，它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让它一度陷入到绝望中。后来有幸遇到了主人，才让它的生活如同开了挂一样，瞬间变得豁朗起来。有了幸福生活之后的狗狗非常感恩主人对它付出的一切。一天下雨的时候，主人大声呼唤狗狗，雨点越来越大，但狗狗在原地趴着，丝毫不肯动弹。主人大声呼喊之后，狗狗还是不为所动。主人此时感觉很诧异，他赶紧来到狗狗身边，此时才发现狗狗并非独自在淋雨，在它的身下还藏着一只弱小的猫咪。看到这一幕，着实让女主人很吃惊。不知道何时，狗狗与小猫变成了朋友，并且将这只流浪猫作为朋友来对待。即便是下雨天，狗狗都没有独自去避雨，而是做起了流浪猫的护身符，主动为它挡风遮雨。主人看到这一幕之后，才明白狗狗的初衷。下雨天，狗狗为了小猫坚持淋雨，主人也不能阻挡它。被迫之下，主人只能为它们暂时搭建了一个简易的房子，供狗狗和小猫避雨所用。狗狗原本不用这么做，或许是看到了流浪猫可怜的模样，想到了曾经自己经历过的各种挫折，所以才会很主动的去帮助它。雨过天晴之后，太阳公公露出了笑脸，而地上的雨水也早就被吸收干净。狗狗正在悠闲地带着小猫散步，主人在给狗狗喂食的时候特意增加了一些分量，这样狗狗也不用考虑小猫的食物来源。狗狗真的非常够义气，每次只要拿到食物之后，就会非常主动地给小猫留一些，然后再将食物拿给小猫吃。狗狗的热心与坚持也终于从小猫身上得到了回应。眼看着原本瘦弱不堪的小猫，如今在狗狗的照料之下，身体越来越健康，而且比之前胖了许多。本来小猫是一只流浪猫，它的生活极为清贫，即便是简陋的住所，都是要依靠碰运气才可以获取。自从遇到狗狗之后，流浪猫的境遇彻底发生了改变。如果不是狗狗，或许小猫依旧还要蜷缩在某个角落中，过着忍饥挨饿的生活。或许狗狗能够感同身受，所以它非常乐于出手帮助流浪猫，而且是不留余地的付出，只希望小猫能够得到更好的待遇。主人看着狗狗和小猫其乐融融相处的画面，也是为它们感到开心。本来狗狗平日里很孤独，如今有了小猫的陪伴，日子比之前过得更加快乐。小猫也因为遇到狗狗，才会结束它悲催的生活。动物的世界非常单纯，它们愿意付出的同时，从来都不会计较回报，不是意气用事，而是为了喜欢而执着，为了目标而努力。风能够吹走空中的一切，唯独吹不散狗狗对猫咪的关怀，也吹不走狗狗强烈的同理心。或许是曾经那段糟糕的经历，才会让狗狗这般热情；或许是曾经的不如意，狗狗才不想让猫咪重蹈覆辙。